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这期视频聊聊 Neo Phone 啊，但是不想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 Neo Phone 的开箱啊，然后去聊它的拍照功能啊，去聊一聊 Neo Phone 是多么的没有广告，它的设计是多么的好看。尽管其实 Neo Phone，你看，你知道我是2代用户，我在第2代刚拿到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认真的拍了一个开箱视频，确实也很好看，而且2代手机对吧，也可以平滑的把数据给它过渡过来，甚至呢，我也很认真的，还是夏天啊，出去拍了一些样张。但是我今天都不想聊这个，我已经用了半年多了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Neo Phone 对于普通用户的一些额外价值，尤其是你对于 Neo 车主来看。你看我使用高德导航，导航到一个位置之后，对吧？瞬间导航就会流转到车机上，那到了车机上之后，我的 HUD 就会有，我的中控大屏上就会有，然后 NOP Plus 就会跟着导航走，所以这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儿。那第二个很重要、经常用的功能呢，就是离车泊车。你看到一个车位，你看这里其实是车位已经非常紧张了，而且这个车位的位置不是很好。然后我选择让它离车泊车，因为如果我自己去停车的话，我可能下车会稍微有一些困难。所以你看这里，我把车先直接开过来，停到位置上，选择一个离车泊车。对，选择好车位，然后点击离车泊车按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带着我的 Neo Phone 下车了。然后这全过程是一镜到底，没有做任何加速的给大家看啊。那你看，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个录屏。那离车泊车呢？你看这一整套会有一些告诉你如何做安全措施啊。如果你发现要撞了会怎么样？那其实一般是不会撞的。长按开始，这个时候呢，车就开始进行离车泊车了。那如之前所说，这个车位呢，根据我的朝向来看，其实不是太容易，因为它的左右两边吧，它都有一些车处在这个潜在的倒车前进线上。反正正常人类驾驶员的话，基本上也需要2把来倒进去。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车它的泊车能力，它先倒了1把，然后回正了，向前开了一点。这里呢，我觉得速度上可以还在优化一些啊。你看，毕竟这左右两边都没人，我也离着车老远的。然后他又再次进行了1把泊车。这个泊车的过程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时候已经顺进车位了。顺进车位之后，它会发现这个车位比较窄。你看，后视镜是自动折叠起来的，这个不需要我额外操作，它就会自动把后视镜给折叠起来。好，这样一个泊车也就完成了。这样的话，人提前下车了，所以也就方便。那同样，等你出门到一个地方之后，走的时候，你会找车位在哪里？那 Neo Phone 呢，左边的车控键一摁，它会默认的自动的去识别你当前车位的车位号是什么。那有的地方的车位其实是没有编号的，那你点击这个车位的位置，它还会给周边拍几张照片，方便你去找这些车。你看，比如这个车就在 C 区嘛，就好找。再有就是自动泊出啊，这个功能就是刚才自动泊入的一个逆选择了。那同样，你非常艰难的把车泊进去，你下不来，那怎么样能上车呢？也不可能能上车。所以需要这个功能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你没有办法上车的时候，人先站在车边上把车唤起，支持直接直的开出来，也支持向左或者向右把车开出去啊。向左向右的泊出好像是最近才更新的一些功能啊。你看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在车外遥控车，然后点击了向左之后，这个时候其实什么操作就不需要做了。那你要做的仅仅就是安全员做监管。如果车会有碰撞风险的时候，你及时点击暂停，或者你锁屏，好像都是可以去暂停的。对，车跟手机之间这时候使用的是 UWB 连接，所以相对位置比蓝牙节点更可靠，因为 UWB 是有精确定位的。所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这个车会检测手机相对应的位置，然后保持住一个长连接。你看这个时候车倒了1把之后向左拧出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方便你上车的位置了。总之呢，如果有 Neo Phone 的话，在这些常用功能上，确实用完之后让你回不去，就像一个最简单的吧，你看你的车位号在哪，如果你只有一个 app 的话，你也要点进去再看一遍嘛，也不如 Neo Phone 做的这么方便。所以对于车主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增值的产品。那我也希望 Neo 保持住吧，这个东西车手互联还是挺重要的，好吧？